上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并同阿巴斯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习近平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延宕半个多世纪，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深重苦难。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东地区局势新变化，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和合作，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习近平就巴以问题这个世纪难题提出了3点主张。外界分析认为，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希望巴以双方仔细思量中方提出的3点主张，拿出政治勇气，迈出恢复和谈的步伐。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称，阿巴斯总统表示，巴方相信中方的智慧和公正立场，期待中方为推动巴内部和解以及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更大作用。埃及共和国报评论说，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地位再一次得到凸显，并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美国外交学者杂志称，与巴以冲突一样，中国处于独特位置，可以充当调解人，因为它与双方都有友好关系，并被视为真正的中立方。过去习主席曾经提出过2次提出过4点主张，也应该是在那个基础上，确实是一直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同时这一次呢，就更集中，更针对当前的这个局势，从我自己来看，就是更有操作性，正视这个问题，直面这个问题。另外，同时也是，确实直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巴以冲突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巴以双方都对巴勒斯坦领土，尤其是耶路撒冷，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既是领土争端，又表现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这2大宗教之间的剧烈碰撞。过去70余年里，巴以双方深陷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循环，流血冲突不断，巴勒斯坦问题从未得到公正的解决。特别是近年来，中东和平进程偏离原有轨道，联合国决议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尤其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权利受到持续侵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今年以来，巴以紧张局势加剧，特别是5月爆发的激烈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令人痛心。巴以冲突反复上演，双方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再次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续，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难以持久。今年3月，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先后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于耶路撒冷会见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温尼斯兰德，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交换意见。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积极开展斡旋，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守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共识，坚持2国方案正确方向，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妥善解决，早日实现巴以和平做出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在巴以之间穿梭斡旋，得到地区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和普遍欢迎。中东是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中国在地区没有私利，不搞小圈子，致力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始终是善意可靠的斡旋者。1个月后，4月17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外长通电，强调中国愿为以巴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2国外长均作出积极回应。埃及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贾巴勒当时表示，中国外长主动与巴以双方通电话，说明中国做好了斡旋巴以冲突的准备。他指出，中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缓和复杂的中东局势，使巴以矛盾朝着通过和平谈判加以化解的方向发展。近些年来，在促进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方面，中方一直是行动派。曾任中国中东特使的吴斯科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东特使机制的设置就表明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重视。中国方面一直在这方面用这个持之以恒，或者是这个不懈努力，都是恰如其分的。你像2002年，我们就设立了中东问题特使这个机制，这在中国的外交上是这个一个创新性的，过去没有过。就一个地区热点问题设立这个特使这个机制，就是要跟各方面接触，推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是5任了哈，5任这个特使，一直持之以恒的做这样的努力。
在这个不同的时期，中国也都提出我们的解决问题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元首外交这样的一个引领推进两国方案实施的一些这个构思吧，一些想法，一些这个具体的路径，就是做扎扎实实的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个推动工作。分析来看，中方3点主张的内容，既与中方在2013年、2017年提出的4点主张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直指当前巴以和平进程面临的困局，可谓有的放矢，为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指明了方向。中方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实际是阿拉伯和平倡议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国际社会常说的两国方案。这一主张的历史背景是，在1967年爆发的第3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联合国安理会曾2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不过，以色列没有完全归还，还不断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强烈的这个责任感吧，大国的这种担当，就是对国际的公平正义应该得到实现。因为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说巴勒斯坦人合法的这个民族权利没有得到这个恢复，那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正了。所以是中国是坚定的支持这一条，因为这个也是在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安理会的有关的决议基础上来做努力的。事实上，这已经是阿巴斯第5次访华。沙特阿拉伯新闻网站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北京成功推动沙伊两国复交后，8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中国在巴以和谈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要推动解决延宕半个世纪之久的巴勒斯坦问题，现实难度可想而知。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呀，它就是一个潜在的对这个地区整个的一个威胁。我们有时候形容它就像那个在那个灰烬之下的那个火种似的，随时一个环境下它就有可以冒起火花来了。所以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它始终是一个有全局影响的问题。中国呢，一直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一种坚定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的这样一个正义的事业，这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不管是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这一条，这个巴勒斯坦问题那都必须要得到解决，而且为这样的解决做出了不懈的这样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冲突对抗导致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政府运行以及国内民众生活主要靠国际援助，个别大国口惠而实不至，所承诺的援助迟迟不到位。中方强调，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近些年来，中国的援助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比拉区的半山腰，一所中国援建的现代化学校——中国学校，坐落在山坡之上。这所学校配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解决了当地数百名学生上学难的问题。إ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والشعب الصيني على هذا الدعم الذي يعني يعكس مدى ثقة وارتباط العلاق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ما 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و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دعمها اللامتناهي لحقوق هذا الشعب。在学校西北方向不远处，一条新修的沥青路蜿蜒连通着拉姆安拉城郊两山之间的卫星城和村庄。道路的尽头矗立着当地政府感谢中国援助的路牌。这条道路开通后，村里人出行再也不用绕路。هذا المشروع شكل إضافة نوعية وتوسعة لشبكة الطرق جاءت مساهمة من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حيث بلغت أطوال الطرق حوالي 8.3 كيلو。据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介绍，中国一贯为支持巴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目前已援建40多个项目。可以说，在双方的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这是这个双方的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互信，所以这个双边的这个关系也确实有坚定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双方之间在人文交流方面、教育方面、这个文化方面，这样的一个交流也是挺多的。就是这就像我们讲的民心相通哈。
欢迎收看《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上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会谈当中呢，习近平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3点主张，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于先生，您认为这3点主张展现出中方怎样的立场？首先从政治上来定位这个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他认为这个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关键，或者说是一个根本的出路呢，是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呢，需要以这个东耶路撒冷为首都。那么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明，中国的这种主张呢，是一种高度一种政治化的一个主张。那么习主席的这个第2点主张呢，就谈到这个解决中东问题、解决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呢，需要给巴勒斯坦以援助。给巴勒斯坦呢以一种希望的一种方法，是吧？就是要改善这个巴勒斯坦的民生，这个动员的这个国际社会呢对巴勒斯坦呢进行更多的这个援助。这呢经济上的这个意义呢也是咱们习主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从将来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习主席的这个主张呢第3点就是讲这个中东和平的这个问题呢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来推动一种更有权威的，或者说更有这种影响力的这个新的这个中东和平的这么一个国际会议。对于中方的主张，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于先生，您曾经在以色列常住过多年，您对他们比较了解，您说说。目前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内的这种政治危机，那么始终在影响着以色列的这个内外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哈，最近不到4年嘛，进行了5次的这个选举。那么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动荡，以及政党的这种分裂，一种政治上的一种严重的一种右倾化，那么使得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内呢，没有形成一种对这种巴以关系的一种长远的一种共同去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方案。那么这是一个困境。那么另一个困境呢，实际上这个以色列呢是受制于美国。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美国是目前为止呢也没有这种公开出来叫好。当然，这个美国它并不反对中国提出的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主张，是吧？包括这个美国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也认为这应该是将来的一个方向。那么，尽管这个以色列现在没有这种完全的这个呼应，那么我想呢，在将来呢，以色列也应该会认识到，那么中国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目的呢，并不是说完全是为了这个巴勒斯坦，实际上也是为了巴以2个民族为了犹太民族跟阿拉伯民族，为了巴以2国，那么真正的在和平共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一个国家可以选择朋友，也可以选择这个敌人，但是这个邻居是不能选择的。你边上的这个国家，你这个邻居是始终是存在的。如果这个以色列不能真正的跟巴勒斯坦实现和平共处，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吧？是很难得到保证的。以色列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友好国家。有些人担心呢，我们调解巴以问题会不会得罪以色列啊？李先生怎么看？我不这么看。虽然现在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比较强势的这种立场，但是以色列国内也有什么呢？也就是什么有爱好和平的这种力量，包括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提出要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和平。只不过什么呢？这种力量目前在政治上什么呢？没有在政治上没有主导权，但是以色列人一定清楚这一点，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想通过强势构建的这种和平，事实上它只是一种亚稳定。真正的以色列长治久安是有赖于刚才提的就是什么，和包括巴勒斯坦国在内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比邻而居，共同的发展繁荣，这个才是什么？最根本的这种问题的解决之道。巴以冲突持续不断，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宗教和民族原因。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长期奉行的不公正的中东政策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诟病。远的不说，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犹太定居点合法地位，推出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通过巧妙包装，但实则是颠覆2国方案基本原则，关闭巴解组织驻美代表处，
停止对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助。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曾说：“巴以冲突是浓缩了人类的仇恨与偏执、狭隘与自私的时代之隐喻。”这番话发人深省。2022年，阿拉伯政策与研究中心对14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和不稳定来源是美国。眼看沦为中东最不欢迎的角色，美国并不甘心。半个月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沙特进行访问，这是继4月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5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之后，美国高官今年以来第3次到访沙特。路透社认为，美方希望能稳定与盟友沙特的关系，并以此来挽救中东盟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布林肯出访沙特的前一天，他还宣布美国将增设一个高级外交职位，以协助促进中东地区一体化。这在分析人士看来，其实是为了增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方便美国继续插手中东事务。而就在布林肯出访沙特的同一天，中东发生了2件事。一件是伊朗驻沙特大使馆重新开馆，这是沙伊两国在中国斡旋下宣布复交后，双边关系又以标志性进展。另一件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见了来访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双方展望了合作前景以及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机会。分析指，这都彰显出中东地区正在朝去美国化方向演进。北京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告诉深圳卫视，从整体和实质上说，中国的参与并不是美国式殖民统治，而是建设性的共识构建。With the Israeli-Palestinian issue, the U.S. basically has done nothing, and as a result, it just rings hollow. He can show up and say whatever he wants, but the real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U.S. is not the friendly nation after so many years of war, death, destruction, so many refugees. No one in the Middle East really believes that the U.S. has good intent. They think that it's just the U.S. Realpolitik, self-interest, and nothing to do with their futures. China has put Iran and Saudi Arabia at least on the path towards reconciliation. 英国政治分析人士罗伯特·英莱克什日前刊文指出，随着华盛顿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中东地区国家致力于关系和解、和平谈判，这对美国试图把自身描述为稳定器和民主倡导者的说法造成了打击。They realize that their future lies together, not fighting amongst themselves. They're all tired of the refugees, the wars, the endless, selling of weapons. Which do what? They do not help anybody. They do not educate anybody. They do not make anybody's life better. They simply allow you to prepare for wars. And unfortunately, they soon follow. So at this point, I don't think the Middle East is going to Americanize. I think it's going to reject that and go forward. 可以说沙特伊朗关系解冻，整个中东形势为之一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东的局势？美国的影响是不是在下降？而美国影响的下降，是不是使地区形势反而缓和了？李先生，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向是以通过操控中东的乱局来实现自私自利的目的，所以美国现在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自然相关的这些问题就可以在和平的基础上走向合作共赢。美国尤其是前任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呢，在中东问题上呢，它总体上它是要从中东战略收缩，它要把它战略的重点呢移到亚太来对付中国。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中东的地区国家呢，纷纷呢就寻求一种战略、一种自主。他们呢有的政策呢表现出这种想要慢慢的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然后呢来推行自己的战略。地区利益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中国的方案和美国的主张根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李先生，美国人的逻辑事实上是以强权建造既成事实，然后让弱者接受这种既成事实。所以呢，事实上美国人认为2个方案不可行，原因是什么？以色列
通过犹太定居点控制了约旦河西岸。那么，以色列在1980年通过立法，决定耶路撒冷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终结了巴勒斯坦人以东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这种建国的这种要件。而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事实上就是对国际法的这种尊重。能不能说啊，近年来美国在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调整，退出中东地区的步伐加快，因而美国呢有意把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说到底就是搞不好就不搞了嘛，让这个事儿烂着，这算是一种摆烂吗？那么中国的积极介入又是否能够制止这种摆烂？文先生怎么看？很大的程度上，美国确实有一种这个摆烂的意味在，但是我想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战略部署现在主要是朝着2个方向调整，第一个是聚焦于这俄乌冲突，主要是这个大西洋战略板块；另外一个就是太平洋板块，那么是聚焦于与中国的这个大国竞争这样的话，美国在中东呢就必须要进行持续的战略收缩。实际上，它在中东的能够投入的资源与它的这个地区野心其实是不相匹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它是很难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美国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同时呢却用中美竞争的视角来看待阿巴斯访华，宣称这显示了中国在中东更广泛的外交野心，试图把这次访问渲染成中美对抗的一部分。实际上呢，美国人还是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和平努力放在了中美竞争甚至是中美对抗的这样的框架下来看待。对此，李先生能够予以什么样的回应呢？如果这样看，就是格局太低了。我们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其实是想通过中东地区的和平来推动中东地区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然后中国和中东、世界各国人民和中东地区能够共同的发展繁荣，真正的实现人类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人类的这种繁荣发展。我们在中东所发挥的就是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一种霸权性的或竞争性霸权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人民应该是清楚的。美国人他到底他愿意不愿意？这个中东是由中东人来主导中东的，而不是美国来主导中东。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认为美国呢，现在还是主要以一种地缘政治安全这样的一个色彩来看待中国的这个在中东的这个促进和平的这样一个努力的，包括这个拜登还有沙利文还有布林肯都曾说过不允许中国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个权力空白这是一种典型的这个零和博弈的这种思维。今年2月6号，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地区连续发生2场特大地震。地震发生1周后，一架载有沙特救援队和物资的沙特飞机降落在叙利亚阿勒颇国际机场。画面中，这个叙利亚男孩名叫纳比尔，今年10岁。他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他被沙特救援队从废墟中救出。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希望看到著名球星 C 罗来叙利亚踢球。这条视频被发布到网上，并迅速传播开。利雅得胜利队看到后，邀请纳比尔和他的母亲来到球赛现场，并在比赛结束后安排 C 罗和纳比尔见面。但要知道，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当时沙特支持叙反对派，对抗由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2012年，两国正式断交。此后近12年里，两国间从未有过正式的官方接触。如今，叙利亚总统已经与沙特王储在当地时间5月19号晚实现会晤，修复了外交关系。其实，在4月底，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就曾访问叙利亚，就促进叙问题政治解决、推动叙重返阿盟与叙方深入交换意见。同时，中方派出工作组访问相关阿拉伯国家，同他们就叙重返阿盟问题深入沟通交流。作为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真诚的朋友，中方乐见并支持阿拉伯世界实现团结，将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网站撰文称，沙特叙利亚关系趋暖是中国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决定复交之后的发酵效应。文章说，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和地区国家谋和平、求发展的意愿，在调解地区国家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展示了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建立更加稳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落地开花的一种表现。路透社称，从沙伊对话到沙叙对话，这些事件表明，由中国主持的沙伊北京和解也可以在该地区其他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沙特和伊朗的复交呢，其实带动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它是开启了一个就是各个国家呢以国家利益为重然后呢以这个国家发展为重，那么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能够带来一种呢这个地区的一个溢出的红利效应，因为沙特和伊朗本身是地区的这个两大阵营的这个领导性的国家你比如说在叙利亚等很多地方，那么它也存在着这个教派冲突以及呢这个代理人冲突。那么随着沙特和伊朗这两大阵营的领导者的和解呢，也是有助于其他地区矛盾的缓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沙伊能够握手言和呢，当然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我们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的这样一种感召力。张楚楚还认为，沙伊北京和解也会给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注入正能量。其实无论是在这个我们在沙伊复交当中所起的作用，还是我们当前在这个调解这个巴以矛盾当中，实际上呢都体现了我们这种共同安全、扶弱抑强、公平正义和新安全观的理念当然呢，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呢为了这个地区各国和谈，那么提供多层次调解的一种积极的意愿。那么最后呢，也表现出来中国呢强调政治安全和经济民生并重以多维的平衡的视角来实现中东安全稳定贡献我们的正能量。今年以来，中国着力于推动三大和平进程，即已经成功的沙伊和解，正在推进的俄乌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解决，而其中2个都在中东地区，这也充分显示了地区国家对我们的信任与肯定。因为呢，传统大国在处理中东问题的时候，它的主要思路是认为安全问题就是一种零和博弈比如说一个国家安全的增强了，那么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减弱。那么中国呢，其实打破了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陷阱。中国呢，试图跟中东的各个国家一起寻求各方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呢来缓解这个地区矛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还有意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并积极向上合组织靠拢。今年7月，上合组织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峰会，其中一项重大决定便是关于沙特阿拉伯加入该组织。3月29号，沙特国王萨勒曼就已经签署了一份关于承认沙特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地位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该国迈出了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第一步。沙特和伊朗这些中东地区大国积极的支持上合组织，那么也表明呢，此类国家高度重视安全和发展议题他们有意向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来解决地区问题。那么这也表明上合组织正在成为调解地区安全问题的一种补充平台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那么沙特想要加入上合组织呢，也释放了一个信号，表明呢中东各国对上合组织的这种经济职能的期许因为近年来上合组织的功能呢正在不断的拓展你比如说正在从聚焦安全议题到注重发展问题，那么呈现出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对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成功的斡旋了伊沙和解，是否有助于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努力？于先生，那么中东地区呢，在一种出现一种和解潮的一种背景下，那么中东地区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力量呢，当然也看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影响力。当然，这个中东地区呢，可能也看到了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这个美国或者说俄罗斯欧盟呢有心无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呢，及时的在巴以问题上呢，进行一种在国际社会进行一种
很好的宣传介绍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这种主张，既反映了这个中国的一种外交的一种技巧哈，反映了中国这个外交的一种视野，同时也反映了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现实。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呢，提出了一个这个将来希望在这个中东地区或者说召开更有权威性的、更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更有影响的这个以这个巴以问题为核心的这个新的这个中东和平会议。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我觉得将来一定会得到中东地区国家的这种广泛的一种欢迎。同时呢，这个世界上爱和和平的这个国家呢，我觉得也会这个欢迎中国的这么一种主张和这种呼声。近年来呢，包括联合国、欧盟、阿盟、法国、俄罗斯等在内的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都曾经在不同场合呼吁召开新的多边中东和平会议，但始终无法如愿。现在呢，中国提出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那么能够实现吗，文先生？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大啊。第一方面呢，我们是5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介入到这个中东这个冲突当中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这个外交优势第二个呢，中国是具有这个大国影响力的，我们在推动这个沙伊和解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这个信誉，所以中东国家包括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这个积极的这种角色也比较认可的。那么第三个呢，特别是这个在俄乌冲突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呢实际上也厌倦了这种冲突，也希望这个早一点结束冲突，转向那个更大的和平和发展问题上来。中东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这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会有什么影响？李先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提供了一种契机，就是整个中东地区和平的这种大的这种背景，为巴以和平创造了这种什么和平的这种氛围。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美国在中东的这种操控，有可能为巴以和平进程的这种可能的这种和平进程制造障碍。比方说，他通过利用亚伯拉罕协议，通过双边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来解构整个中东地区和平的这种可能。就是在这种沙以和解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以色列的压力可能是变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对中方的调解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文先生，沙伊和解之后以色列在安全焦虑实际上是上升了，是吧？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色列其实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这种和解，包括巴勒斯坦的问题避免使这个冲突升级扩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以色列应该欢迎中国的和解努力，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呢，由于以色列内部的这个政治争端我们讲它的右翼政府是吧？它必须要强化它的这个执政，强化它的执政的情况下，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它是非常的激进，寸步不让来巩固它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这又导致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和解努力有更多的复杂的想法。世界热点问题背后往往都有错综复杂的地区形势中东问题，包括巴以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对这个问题展开外交斡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把握分寸？于先生，中国这个提出了最新的这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3点主张我觉得这个受到了这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这个国际社会的广泛的一种反应。但是现在可能在一些中东国家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个某种担忧吧，就是怕这个中国呢可能会过分的跟某一个国家关系搞得太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中东政策，或者说中国对中东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呢，我觉得应该当然自身应该更加这种多元化，是吧？然后呢，让这个整个这个中东的国家呢普遍真正的把中国呢作为中东的一个好朋友。习总书记讲治大国
通小线，其实外交上也需要这种什么比较精巧的推进中东地区的这种外交，就是在细节上做文章，从大处着眼，但是可以从小处着手，推进中东相关国家之间的和平进程，慢慢的推进，由易到难。我认为中国的中东外交斡旋还要进行这个精准化处理，也就是说具体的问题具体来推动。实际上呢，巴以问题和那个沙伊问题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中方是有责任和义务为中东和平进程添一份力了，但是还要同中东各个国家保持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对吧？避免深度的卷入中东的冲突。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中共20大之后，我们的中东外交取得新突破。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阿拉伯，并且参加了3环峰会，极大推动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提升了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实际上，中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会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当然，中东和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如何扎实且富有成效地推进相关工作呢？文先生，我想我们在中东问题上还要继续保持和平护卫者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敦促中东各方加入和解潮，维持和解仕途，加快落实和解协议防止各方在和平进程中掉队、偏离和倒退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为中东国家搭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对话的这样一个平台进一步的深化中东这个和解进程。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方面来促进中东的这个和平进程，其实我们搭建平台，尤其是经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有的时候，这种“一带一路”的建设可能润物细无声的反过来能够推动中东地区和平问题向前